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山海经当中说，赣江的源头有一个列都，列都的附近还有赣巨人出没。而现实当中，如果你去江西旅游，特别是来到赣州的时候，当地人往往会跟你讲一个有关宝藏的故事。是列都的主人曾经在赣江边埋藏过很多宝藏吗？是这些赣巨人还在守护着宝藏吗？几千年过去了，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些若有若无的传说。但就在1989年，考古学家们在赣江边的大洋洲村挖开了一个3000多年前的藏宝坑，似乎一个宏伟的远古故事正在浮出水面。这一年，赣江发大水，村民们被组织起来去加固河堤，离河堤不远呢，就有一个小沙丘，大家都去那里取土，往河堤上运。村里有一个老夫子，他就跟村干部说，村里有个3把半伞的传说，不知道是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，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村里到处都是小土丘，土丘下面是很多的藏宝地宫，里面埋的全是死人的宝贝。但后来随着朝代的变化，村里的居民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到了他们这一波人的祖先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小土丘就已经只剩下3、5个了，谁也没见过什么藏宝地宫，但都听说过这个3把半伞的传说，只要挖开某个像半把雨伞的小土丘，就能发现宝藏。村干部正在听着老夫子的建议，突然有村民跑来报告，沙丘上挖出来了怪东西。大家赶过去一看，是一个青铜怪兽的脸。村干部立刻叫停了挖掘，派人赶去县城上报情况。所有人都开始议论3把半伞的传说，但究竟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也不像宝贝啊，感觉非常的古老，还阴森森的。更何况他们现在挖的这座小沙丘也不像3把半伞了，因为这里都是沙土地，显然是古代赣江的河道，该不会是有意被埋到河床底下封印起来的东西吧？现场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，各种猜测越传越玄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夫子又跟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他说，上古的时候有一个萧阳国，是蚩尤的同盟。皇帝和蚩尤打战的时候呢，萧阳国还派出了很多赣巨人参战。这些巨人身上有黑色的毛发，嘴唇很大，喜欢笑，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很滑稽，但他们会用这种滑稽做伪装，麻痹你，让你放松警惕，再突然发动袭击，接着变得异常残暴，喜欢生吃人肉。后来蚩尤战败了，赣巨人也就撤回了萧阳国，而皇帝也没有为难萧阳国。这是因为萧阳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做列都的大靠山。山海经当中叫做都的地方只有4个，其中2个和地有关，一个是地的下都，在昆仑之墟，一个是地的密都，在青曜之山。和地无关的一个是北极幽都，说是宾夷族的都城，这个北极幽都的故事有机会后面跟大家细说。还有一个就是赣江源头的列都，现在挖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是远古列都的宝藏呢？第2天，考古队赶到了现场，初步清理后说可能是汉朝的，也确实和老夫子说的萧阳国有点关系，但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萧阳国。现实中的萧阳国在刘邦统一天下的时候，把它改成了萧阳县。萧阳县在鄱阳湖当中，是一个半岛。汉朝那会儿，萧阳一直是出产黄金的大县，县里专门有负责淘沙采金的官方机构。但后来突然有一天，整个萧阳县一夜之间沉到了鄱阳湖底，官方又在岸边重建了萧阳县，这就是现在的都昌县。但都昌县再也不出产黄金了，直到最近几十年，鄱阳湖的水位下降，萧阳城的古遗址才会偶尔的露出水面。那附近也确实发现了很多汉朝遗迹。我们现在这个大洋洲村离萧阳古城不远，又在同一条水系当中，估计这下面埋的东西也可能和萧阳古城有关，但绝对不是什么皇帝蚩尤赣巨人什么的。别说皇帝时代了，就是2000多年前的汉朝，整个江西也还很蛮荒，要是挖出1、2个青铜器，大概也只有可能是汉朝人带过来的。有了这个初步判断，考古队就开始往下挖，很快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。沙堆只往下清理了10厘米，就出现了一个饕餮纹，像是一只鼎。考古队都围了过来，看了一眼就纷纷皱起了眉头，因为饕餮纹、鼎，这都是商朝青铜器的主要风格。但教科书上不是说商朝不过长江吗？那怎么会在这儿发现商朝的青铜器了？有一个小伙跟队长说，
老大，3年前，1986年，四川广汉挖出了三星堆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比同时期的商朝青铜器还要精美。大立人、大面具、青铜神树，这些文物不是已经改写教科书了吗？3、4千年前，除了中原的商朝以外，四川那边就还有一个三星堆文明。那咱们这次在江西会不会又挖出一个三星堆？这下面该不会也是一个和中原商朝完全不一样的青铜文明吧？队长没有表态，只是鼓励大家不要错过任何细节，耐心往下挖，答案就在下面。很快，沙堆被清理到了地下55厘米的位置。果然出现了一个和三星堆一样的藏宝坑，坑中有3堆文物露出了地面。第一堆明显是青铜器，各种青铜鼎、青铜壶、青铜剑，还有很多未知的青铜器，就像倒垃圾一样被叠在一起，初步数数都有上百件。第二堆是玉器、玉项链、玉管、玉矛什么的，这一堆倒是比青铜器那一堆稍微整齐一点。第三堆是陶器，各种陶壶、瓦罐、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堆在最破碎的一个区域当中。3年前，三星堆发现的各种青铜器、玉器、象牙也是像倒垃圾一样的叠在一起。现在眼前的景象真的和三星堆太像了，再加上当地那个列都宝藏的传说，难道这也是一座远古祭祀用的藏宝坑吗？这下事情变大了，当真是又挖出来了一个三星堆，现场已经完全超出了考古队的专业能力。于是他们暂停挖掘，请求上级支援。1个多月以后，顶级专家们赶到了现场，挖掘重新启动。沙土很快被清理到底，一共出土了1300多件文物，光是青铜器就有475件。在1976年的时候，专家们挖开过一座高等级的商朝墓穴——妇好墓。妇好是商朝的女将军，同时也是商朝大帝的老婆，还很有可能是商朝的最高祭司。妇好墓里的青铜器被专家们认为是商朝最顶尖的东西，但这座藏宝坑里出土的青铜器比妇好墓中出土的还要多。看来这座藏宝坑的主人在3000多年前搞不好就有硬刚商朝的实力，因为那个时代青铜器就是高科技，谁掌握的青铜多就意味着谁更强大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这里一次性出土了53件青铜龙具，而全国各个时代出土的青铜龙具总和只有70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只能说明3000多年前他们已经把青铜高科技用于了农业生产，而中原还远远没有这个科技实力。这里出土的青铜犁、青铜鱼叉、青铜铲子、青铜砧板，这都是中原百姓想都不要想的奢侈工具。在中原，青铜是贵族的专享，贵族用青铜制造奢华的礼器，那些巨大的鼎都跟现在的大金链子一样，是用来彰显身份的。还有精美的酒器、乐器、祭祀器，说白了，这都是现在的豪车豪宅，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。而这个藏宝坑的主人呢，他们的青铜鼎不那么大，还有用炭火烧过的痕迹，显然这是正常使用的炊具。还有一只和现代电饭煲差不多大小的鼎，有一个火门，火门里还有没有烧完的木炭，显然这是3000多年前的火锅。所以四川人别争了，火锅真的是江西人先发明的，除非四川人抓紧赶紧再从三星堆里挖出一个更早的火锅来。这里还有2个青铜的鱼纹条竿，比较罕见，可能是火锅的配套餐具吧。还有一个青铜器，挖出来的时候专家们都懵了，这个锅碗口这么浅，怎么吃东西啊？用来量火锅的吗？不对啊，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思维去思考3000多年前的古人啊。突然有人说，这会不会也是一个小型的礼器了？就像现在过度包装的礼盒一样，看上去很大，但打开里面全是泡沫。他们的祭祀时候也一样啊，口浅，这就意味着只需要一点点祭品就能堆出满满一大堆的感觉。看来他们一方面追求中原的浮夸，另一方面又忘不了自己的节俭。这里还出土了一个青铜的敬酒器，学名叫做瓒，是祭祀的时候专门往地上洒酒的礼器。这是全国唯一一件青铜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标准的中原祭祀瓒是必须用玉石做的，显然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个考点，做出来的瓒并不正宗。这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呢？继续研究，专家们发现了更多的细节。首先，专家们发现他们的青铜器花纹和商朝一样，也是以饕餮纹为主，鼎、簋、砚、釉这些礼器也都是商朝制式、商朝风格。但除了饕餮纹，他们还有很多商朝人不用的燕尾纹和鱼纹。
另外，他们的青铜器上还有很多造型生动的小动物，这也是商朝人不会使用的装饰。同时，他们的兵器非常的凶悍，这里的青铜矛、青铜戈都是实战兵器，有血槽，有棱角，或许还有可以镶嵌毒石的削孔。这里出土的青铜钺比商朝那把著名的妇好钺还要重，看起来就吓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专家们说妇好那把钺可能只是一个礼器，而这一把呢是真真正正用来杀敌的兵器，刃口和背脊上都还有砍杀的痕迹。这里的箭头看起来就很直观，绝对的破甲重剑。这里的青铜刀已经懂得了使用弯刀的结构来增强强度，简直就跟后世的阿拉伯、埃及弯刀一样。到底谁抄谁，没人说得清。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，这些斧子、弯刀、重剑、长矛一定都是商朝军队的噩梦。这里还出土了一个全国罕见的青铜头盔，这似乎也在说他们的防具也比商朝军队更强。这群人是真的彪悍，但又非常注重礼节。会不会是两拨人呢？就和传说中一样，使用礼器的是创造文明的列都主人，使用兵器的是守护宝藏的干巨人吗？继续破解他们的身份，专家们又拿来了3件青铜器。第一件是这个羊角面具，面具上还有和三星堆同款的眼睛，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还和西边的三星堆有联系。这个长天线的面具就更三星堆了，正面和背面是一模一样的，面具下面还有一个手柄，显然这是拿在手上跳舞的面具。最后一个青铜器是这个青铜老虎，再加上其他青铜器上不断出现的虎纹，专家们认为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虎方。虎方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，是商朝南边的一个劲敌。当时商朝主要面临着3个劲敌，一个叫做鬼方，大概在北边，富豪主要就是和鬼方在打仗。有专家推断，鬼方很可能就是入侵中原的雅利安人。第二个叫做羌方，在西边闹事儿，后来羌方出了叛徒，被商朝封在周国，也就是后来的姬姓周朝。第3个就是神秘的虎方，历史记载最少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商朝是如何搞定这个南方劲敌的。但现在挖出来的这些东西，很可能意味着这座宝坤的主人就是虎方。那虎方为什么要埋藏这些宝藏呢？没人说得清，挖掘还在继续。突然又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。考古队把挖过的每一寸沙土都用沙子筛一遍，因为他们要寻找一个仍然没有出现的线索，那就是人类的遗骸。结果考古队只找到了24颗牙齿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直到今天，这都是一个考古悬案。但当时发掘现场有一个大佬说，这可能是远古的一种诡秘献祭，叫做凿齿。凿齿是南方百越人的一个风俗，就是在结婚、成年、会盟等等重要的时刻，他们会用凿子把自己犬牙旁边的一颗牙齿凿掉，用来献祭。这个风俗至今都还在云南和台湾的少数民族当中有保留，并且中国古籍上还记载了关于凿齿部落的最早来历，说是在大概夏朝后羿的时代，后羿就与凿齿部落发生过激战，战场在一个叫做华寿之野的地方。后羿的弓箭部队很厉害，凿齿勇士则善于用盾牌和短戈贴身肉搏。后来凿齿还是被后羿击败了，从此以后被赶出了寿华，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。现在眼前这24颗牙齿，是不是就是远古凿齿献祭了？会不会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就是传说中被赶出中原的凿齿部落呢？如果他们和凿齿部落有关，那按照百越人至今保留着凿齿习俗的现象来推理，他们也一定和南方的百越羽人有关。果然，专家们又从出土文物中找到了3个证据。第一个是玉羽人的雕刻，跪坐着，身上长满了羽毛，嘴巴是一个鸟喙的样子，目光坚定，就像注视着远方的理想一样。最厉害的是他脑袋后面的3连环，是一整块玉镂空雕出来的锁链，可以佩戴在身上。这个工艺非常高超。溥仪当年离开故宫的时候，故宫里几百万件宝贝，他一件没有拿，只拿了一个同款的连环玉印，缝在衣服里藏了26年才交给国家，是国宝中的国宝。由此可见，真正懂玉的行家都知道，这块玉可能比整坑青铜器都贵重。而恰好这块玉又是羽人造型，这是否说明这个虎方国其实是被羽人贵族统治的国度了？第二个证据就是那只青铜老虎，
老虎虽然看上去很威武，但仔细看神态，老虎其实很怂，反而是老虎背上的那只小鸟看上去更像大哥。第三个证据是一块玉板，玉板上雕刻的明显是羽人，头上有羽毛的装饰，耳朵上有百越耳环，最重要的是它有4颗獠牙，这是早齿部落最直接的证据，因为早齿献祭以后空缺的那个牙齿是要用玉牙金牙重新给镶上的，镶上以后呢，就是这种獠牙的样子，用来象征身份。故事发展到这里，线索似乎越来越清晰了，只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江西真的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入百越领地，到达云南和台湾吗？显然，这个问题让有些专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，因为他们是客家人。所谓的客家人，就是从五胡乱华以来前后6次大规模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山区的汉族人。自古以来，他们就是走着这条路，从中原到江西，再从江西来到广东，来到福建的。当他们看到大海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天涯海角，然后会说，走到天涯海角无路可走的人就是客家人。客家话当中把我叫做牙，其实就是从江西来到天涯海角的真实写照。当专家们把客家人的现实故事匹配到前面所有的考古和传说当中，似乎一个完整的远古拼图已经合拢了。所谓的列都宝藏、萧阳巨人、早齿虎方，这可能都是远古的时候离开中原逃往南方的上古客家人。在炎帝、黄帝蚩尤争夺中原的时候，就有一帮中原人选择了逃离战场，来到江西的鄱阳湖边建立了萧阳国。但随着战争扩大，黄帝灭了炎帝，又和南方的蚩尤打了起来，萧阳国也变得不安宁了。他们又选择了沿着赣江继续向南，来到了大山当中，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列都。列都也许就是现实中客家人在深山里建立的那种世外桃源吧。就像我们今天在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看到的客家维吾一样，他们藏身在大山当中，虽然土地贫瘠，环境恶劣，但是远离纷争，逍遥自在，只要勤俭节约，也能过上悠然见南山的幸福生活。列都也许就是这样一群上古的山中老人，他们手下那批骁勇善战的赣巨人，也许就是听命于他们的土著野人吧。再到了夏朝后羿的时代，又有一群从中原战败的早齿部落来到了列都的赣江边寻求庇护。列都选择了帮助这群同病相怜的中原移民，教会他们制造青铜，发展武力。恰好在赣江汇入长江的那一条水系当中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桐庐山和瑞昌这2个超级远古铜矿的遗址。这2个遗址背后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，以后我们专门讲。早齿很快就用这2座铜矿资源武装了自己，并且融合了当地的土著，形成了南方的超级强国虎方。土著信仰老虎，骁勇善战；早齿信仰小鸟，崇尚礼仪，来自中原。他们融合以后，就成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青铜器上的故事。一方面模仿中原文化，又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中原又崛起了一个魔王级的商朝，商朝大杀四方，战乱又来了。商朝北面的鬼方选择了血战到底，西面的羌方选择了背叛，而南面的虎方再次选择了逃避。他们被商族人抢走了桐庐山和瑞昌2个超级铜矿资源以后，就沿着赣江进入大山，再次找到列都的山中老人。这次老人告诉他们，翻过大山去海边，那里是百越人的领地，尝试与他们融合，再造一片新天地。于是1000多年以后，也就有了我们上期聊到的故事，百越羽人沿着水网走出深山，纵横七海。再往后2000多年当中，又有无数中原人重复走过了这条路，从中原到江西，再在江西短暂的停留，建造一座深山的家园，然后又因为战乱不得不埋藏宝藏，离开江西，翻过大山，来到海边，最后再次勇敢地闯入大海，征服海外。今天无论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，仔细听都可能听到一句亚细客家人。他们有猛虎一样的彪悍，也有小鸟一样的逍遥，还有羽人一样纵横七海的勇敢。也许客家人的故事早在《山海经》的时代就已经在不间断地发生着，也许还有更多的惊奇就埋在赣江的古河道当中，埋在列都的深山里面，
也可能埋在海外那些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夫人说，请大家回到现实，这真的只是一个宏伟的故事，没有任何专业依据，但要是能把那些青铜器上的纹样做成 T 恤，一定会很酷。